众所周知，现代核武器有过2次实战应用，每一次都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回忆。而在一些考古遗迹和古代文献的惊人描述中，似乎也指向了一个方向：在远古时期，也可能发生过核战争。1998年，考古学家米凯莱接到一项任务，要对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一件胸甲遗物进行分析。在这个胸甲的中央镶嵌着一个椭圆形的宝石状物体。米凯莱经过检测后，发现它主要由二氧化硅组成。虽然现代人造玻璃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但这个椭圆形物体的材质与现代玻璃却存在差异，因为人造玻璃中除二氧化硅外，几乎不含其他杂质，而这个宝石除二氧化硅外，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其晶体结构也与人造玻璃不同。米凯莱在后续调查中发现，在位于撒哈拉沙漠东北部的利比亚沙漠中，存在着大量这种黄绿色的二氧化硅矿物质，这种物质后来被命名为利比亚玻璃。随后经过对比，米凯莱确定这个宝石是由玻璃制成的。现代人造玻璃是在工业设施中通过高温高压制成的。那么在古代的埃及，他们是如何获得这种玻璃物质的呢？首先想到的是在自然环境中生成的玻璃。现在已知自然环境中玻璃形成的模式有2种，其一，火山喷发时岩浆喷出并迅速冷却，形成玻璃质的岩石结构；其二，陨石撞击地球时瞬间产生的高温，使地面的沙子和其他矿物变成玻璃。此外，还有一种既非自然生成也非人工制造的第3种玻璃形成方式，那就是核爆炸。核爆炸基于与陨石撞击相同的原理，爆炸产生的高温将沙子和矿物变成玻璃，而实际上在核爆炸实验现场就会出现这种玻璃。那么利比亚玻璃形成的原因究竟符合哪一种呢？从常识角度看，这些原因似乎都有些难以成立。首先，在发现利比亚玻璃的地区附近并没有火山口。其次，这个地区虽有报告称存在类似巨大陨石坑的地形，但这是否真的是陨石坑，并未得到各界专家的证实。有地质学家认为这只是风化后的地貌，而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核爆炸，但这在常理上似乎也很难去解释。可是米凯莱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利比亚玻璃与陨石撞击形成的玻璃相似度约为50%，而与核爆炸形成的玻璃相似度超过90%。米凯莱作为科学家，这个结果很难让人接受，但米凯莱最终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在近代文明诞生之前，撒哈拉沙漠有可能发生过核爆炸。1933年，由拉兹洛·阿尔玛率领的匈牙利探险队在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补给区发现了一个洞穴。洞穴的墙壁上绘有壁画，画中描绘了各种动物以及在河中游泳的人像。这一发现使得这片原本荒芜的土地瞬间声名大噪，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然而，这些壁画也引发了诸多疑问：为什么沙漠中央洞穴的壁画上会描绘以河边为栖息地的河流？如果壁画中的人真的在游泳，那么在这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河流从何而来？由此，人们推测，远古时期的撒哈拉沙漠可能与现在的状态截然不同。2007年，一项更有趣的研究结果公布。据《新科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报道，美国波士顿大学遥感中心的研究团队通过卫星发现，在苏丹的撒哈拉沙漠曾经存在过许多湖泊，并且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还探测到撒哈拉沙漠地表下100米深处有一个巨大的湖泊。经过对图像的仔细分析，研究团队得出结论，这里至少是一个拥有3万平方公里水域的湖底。如果这个地底湖是淡水湖的话，其流域面积或许能在当今世界排名第6左右。但是查看埃及几千年的历史记录后发现，撒哈拉沙漠从有历史记载起就已经存在许久了。那么究竟是从何时起，又出于何种原因，让这片原本充满水和绿色的大陆变成了沙漠呢？一些学者认为是地轴移动导致了气候的急剧变化，从而使这一地区沙漠化。但也有反对意见指出，地轴移动是全球性的。如果地轴移动能使赤道附近的森林和水域变成沙漠，那么同样位于赤道附近的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为何没有发生环境变化呢？这显然存在矛盾。如果将这一系列发现的故事结合起来思考，就会出现一个假设：撒哈拉沙漠从绿洲变成沙漠，或许并非是地轴移动所致，而可能是核爆炸的原因。实际上，古代核爆炸的记录和考古发现，在其他地方也有不少。摩亨佐达罗是位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遗迹。摩亨佐达罗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译为死亡之丘。这座死亡之丘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古代文明城市之一。据考古学家称，它大约建造于5000年前左右。这个城邦的文明程度在当时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其城市设计完美的令人难以置信。而让考古学家最为困惑的是，从遗迹上层发掘出的骸骨。尽管这曾经是一个文明的城邦国家，但这些骸骨都没有被埋
埋葬在墓中，看起来就像是遭受了大规模突然死亡事件后的遗骨。有考古学家表示，很明显这些人是在某种突发灾难中瞬间死亡的。研究人员和探险家们提出了诸如传染病、屠杀、自杀等各种假设，但都被一一否定了，因为能够瞬间夺走所有居民生命的传染病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也没有人为杀戮的痕迹。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在发掘出的9具骸骨中，有几具留有高温炙烤的痕迹，从常识角度很容易想象是火山喷发或陨石撞击导致的，但在印度河流域东西两侧的地质中并未确认有火山存在，遗迹附近也没有发现陨石坑或爆炸伤痕。那么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里的居民瞬间被高温致死呢？与撒哈拉沙漠的情况类似，有一种猜测认为这可能是古代发生的核爆炸所致。当时的核爆炸可能威力没有那么大，并且是在空中爆炸，所以地面上没有留下爆炸的伤痕。但即便如此，这威力也足以瞬间让城内的居民失去生命。撒哈拉沙漠和摩亨佐达罗这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却出现了这种违背常理的共同假设。这些猜测和假设真的有可能吗？如果在远古时期真的发生过核爆炸，那么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留下一些记录也不足为奇。在寻找这样的记录时，首先在古代印度的文献《摩诃婆罗多》中发现了这样一场神话战争的记载。勇敢的阿周那发射了一种名为阿格尼亚的武器，这种武器发出强烈的灼热和狂风，使大地震动，河流沸腾，敌人瞬间像烧焦的树干一样被毁灭。乘坐维玛纳飞行的古卢卡向敌人发射火球，它拥有整个宇宙的力量，像10000个太阳一样明亮，是灼热的光芒和火焰之柱。动物和人类都被烧毁，食物也都被毒素污染。这个故事中所描述的场景与现实中的核爆炸所带来的情况极为相似，不仅描绘了爆炸瞬间的情景，还涉及到了爆炸后的辐射影响。由于这个描述与核爆炸如此契合，一些学者猜测这个故事有可能是真实的记录，而摩亨佐达罗那些令人费解的尸体可能就是其结果。此外，有学者还在一些古印度的文献中发现了劫这个概念。劫在佛教和印度哲学中是一种时间单位，在印度教的宇宙观中，一个劫的长度被认为相当于43.2亿年。佛教中的劫也是继承了印度哲学终结概念。然而，劫这个表示43.2亿年的单位让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古印度人究竟用这个如此长的时间单位来衡量什么呢？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核燃料有238的半衰期约为45亿年，这与劫的时间长度非常接近。所以有人猜测，也许古印度人早已经知道核燃料由238的存在及其半衰期，而劫可能不仅仅是出于想象力丰富而创造的数字，而是在古科学研究中使用的单位。在圣经中所写的许多内容都被视为神话，但也有一部分被认为是一些历史事实。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圣经中的创世纪19章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有2位天使来到了索多玛城，居民罗德坐在城门口等待着他们。天使到达后，罗德立刻注意到了他们，并热情地邀请天使到自己家中做客。然而不久，城中的居民却包围了罗德的家，要求他交出天使。于是2位天使只是挥了挥手，就使那些即将冲进来的居民瞬间失明。之后2位天使催促罗德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这座城市，因为他们是上帝派来毁灭这座城市的。天使还对罗德说，赶快逃到山上，不要回头，以免你也被毁灭。随后城中浓烟滚滚，从天而降的硫磺与火倾泻在索多玛城上，城中的所有居民和生物都来不及逃跑。罗德的妻子没有听从天使的警告，在逃跑途中回头看了索多玛城，结果变成了一根岩柱。第二天，当罗德望向被摧毁的城市时，只见地上冒烟，好像锅中冒烟一样。以上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故事。而如今拥有核武器的人类意识到，这个故事中所描绘的场景不仅在规模和氛围上，而且在具体的细节描写上都与核爆炸极为相似。所以有人认为，从圣经中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与摩诃婆罗多一样，他们可能是基于某些事件记录或改编的。当然，仅凭以上这些推测和猜想，我们还不能断言在遥远的过去就存在核武器。以上内容是基于一些文献、考古发现和学者的推测，这些假设和推测并不代表科学共识，还请大家理性看待。关于远古时期是否真的发生过核爆炸，目前还尚无确凿的科学证据支持，这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探讨价值的话题。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但第4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将会是石头和棍棒。这句话反映了他对核战争毁灭性后果和人类命运崩塌的担忧。无论核战争在过去是否已经发生过，人类都必须为避免核战争而持续努力，唯有真实和平才能守护文明的延续与美好。